你好，我是 Alex 啊。最近2天呢，总有人在提这个以太坊的硬分叉。我今天凌晨在社区发帖子了，我说这是骗子啊，这是骗局，不要碰。但是呢，经过这一天的思考之后，我觉得直接说骗子呢是不妥当的啊。我们要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我们需要知道这个骗子的套路以及它背后的逻辑。那么至于学会之后啊，你是为了防骗还是别的用途，都是你自己的选择了。我的目标呢，就是把这个背后的逻辑给你讲明白。如果你仔细研究一下这个以太坊的话，你会发现以太坊啊，它其实现在这个 ETH 是硬分叉的直接产物，而以太坊升级也是走的同样的路子。而目前高喊硬分叉的人啊，其实是偷换了一种概念，用来筛选不懂的人。那么懂的人一眼就看出来这是骗局，敬而远之，顶多呢骂2句离开。而不懂的人一看以为是新东西呢，所以呢就被圈进去。任人宰割了。那么我们今天就详细来了解一下之前这个以太坊硬分叉的历史啊，以及目前为什么硬分叉就是纯割韭菜，越看越像骗局了呢？怎么说呢？在币圈混呢，要么你是什么都懂，真的懂啊，那么是习惯于学习新的东西，要么就是关注真懂的博主啊，一时懂的也不行啊，得持续的去学习，持续进步的博主啊，才靠得住，才值得去关注。好，我是 Alex， 如果你是第一次打开我的视频，我的频道呢是专注于加密货币和区块链技术，视频呢主要讲解币圈的基本面的分析和一些常识的科普啊，和一些大事件对整个币圈的点点滴滴的影响。另外呢，我在电报呢有个会员群啊，我的目标呢就是带领群内所有的朋友在下个牛市周期内赚够这辈子足够的资金。感兴趣的朋友呢，请通过视频下方缓冲群的链接找到我或者是群助手进行咨询进群的方式。好，那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节目啊！一切呢都是从2016年6月17号这一天说起啊。那么这一天币圈的牛啊刚刚的抬头，那么就发生了另外一件非常影响深远的事情啊，也就是以太坊最大的募资项目 The DAO 被盗。由于当时的这个DAO的合约中出现了漏洞，导致了大约360万的 ETH 被盗取。基于合同的设计方式，这些资金在转移之前呢，需要经历28天的冻结期。而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有一种方法可以将冻结期间的以太币拿回来，那么这些损失呢就可以避免掉啊。于是呢，以太坊的开发团队呢迅速的采取行动，反击黑客的攻击，利用技术手段收回了资金。然后呢，团队提出了 ERP779，令每个人都可以从DAO的合约中提取自己的 ETH。如果不采取任何行动的话，那么这360万个 ETH 啊将占到当时总供应量的 4.4%， 那么也就是意味着当时的某个黑客啊，他就将拥有这些总供应量的 4.4%，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数目。这也导致了以太坊出现了这个硬的分叉。但是呢，硬分叉是需要共识支持的，所以此提案呢，就硬生生的将以太坊的社区呢分为了2个阵营。第一个阵营的人呢，是对开发团队采取的行动表示很满意，他们认同开发人员的做法，认为呢，只要开发人员能够吸取教训，如果将来类似的事情呢再次发生，可以妥善的应对。那么第2个阵营呢，则不赞同此次以太坊的硬分叉，他们认为网络的更新损害了其去中心化的特质。他们认为加密货币要想真正实现去中心化，开发团队呢就只能顺其自然，也就是说丢了就丢了啊。他们认为一旦开始采取行动，就会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并危及这种加密货币的未来。最终呢，开发人员决定实施硬分叉，而旧的区块链呢就被称为以太坊经典，也就是今天的 ETC。所以当你听到这里，你就会明白啊，当年硬分叉的是 ETH， 没有分叉留下来的那部分叫做 ETC。那么等一下我们会再讲一下这2个币目前的生态的情况。所以呢，如果再有人宣称自己参与过以太坊的硬分叉，那么你要问问他，或者是你要看看他是不是当年的开发人员。如果不是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十足的骗子，剩下的话呢就不要听了啊。以上呢就是上一次以太坊硬分叉的这个历史的故事啊。我们来看一下目前 ETH 和 ETC 的差别呢有多大。首先呢，目前这2个呢都是 POW 的模式啊。
啊。那么到9月份的时候，这个 ETH 就是 POS 的模式了。那么目前的矿工呢，既可以选择去挖 ETH， 也可以去挖 ETC。那么第二呢， ETH 上有很多生态的应用啊，大家都耳熟能详了啊。然后呢，ETH 上有 DeFi 的业务，有 NFT 啊，ETC 呢有 DeFi 吗？好像有啊，但是不是很多。非常的是非主流的。那么第三呢，就是价格最明显了。那么今天的 ETH 目前的价格呢是1700多啊，ETC 呢是40几块今天涨得还不错啊，应该是矿工最后的倔强了啊。等一下会讲到为什么我要说这是最后的倔强。那么第4点呢，就是算力的差别。ETH 目前的算力呢是900 TH 每秒，ETC 呢是29 TH 每秒，差别非常大。因为这个价格呢决定算力，价格指导算力。就像比特币价格很高，所以挖矿的人啊才愿意用电力啊，用能源呢去换这个比特币出来，而不是反过来啊。那么我们看到最近2天 ETC 的价格呢连续的飙升，只有将价格拉上来才有可能吸引更多的矿工去参与挖矿 ETC。但是呢又传导给我们另外一个信息呢，就是这些矿工呢是不是并不支持新的以太坊硬分叉，至少呢他们还在用真金白银去拉盘 ETC 团结一致要将 ETC 的价格拉上来。那么这是矿工在用最后的倔强拼一把。那么为什么要搏这一把呢？他们不是要联合起来起义硬分叉吗？那是另一拨人啊。我先告诉大家我的结论啊。那么目前这个以太坊硬分叉呢就是一种扯淡啊，根本就是胡闹那么我们要看一下啊，这个如果说以太坊要硬分叉的话，有什么样的人不支持，什么样的人又要支持呢？那么首先来看我认为呢，所有的这个稳定币不会支持分叉。那么稳定币已经有这个 ERC 这个链了，大家转过账的都知道那么如果再出一个以太坊的链，就会产生混乱，因为太相似了那么几乎就是一样子的如果说2选1的话，那么最多的人会选这个 POS， 也就是升级之后的 POS ETH， 也就是跟着威神走了。那么第2点呢，就是交易所呢几乎都支持以太坊的升级，而不是支持硬分叉。很多头部的交易所都有 ETH 2.0 的业务大家都知道几乎所有的头部交易所都参与了创造这个以太坊 2.0 的质押的节点了，而且涉及的金额呢是非常大。如果交易所表示支持分叉，那就是自相矛盾了，你到底是哪一块的如果说真的有交易所真的要支持以太坊硬分叉，那么你要注意了你要做的事情呢就是赶紧将里面的币转走，因为这样的交易所呢是没有节操的，有奶就是娘，有钱就是爷的那种人那么早晚呢他会跑路不信大家可以持续观察一下等那个到那一天，你看到那一天了，你可以再来找我留言那么第3点呢，就是各种 DeFi 的业务或者项目方呢，也不太可能支持硬分叉。我们前面讲到了 DeFi 的业务绝大部分都在以太坊上面，留下来的这个 ETC 呢，几乎就没有 DeFi 的业务。同样的道理那么 ETH 升级之后也就是正统的承载 DeFi 的这个以太坊留下来的硬分叉呢，很有可能会走 ETC 的后路，大家都要往前走。那么你留下来原地踏步走，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呢？那么你去看 ETC 就知道了那么另外这个 DeFi 的项目方也会掂量一下客户的需求那么客户在哪边，他们就会选择在哪边，对吧？那么客户大部分会支持 POS 而不是硬分叉，那么你说的再好听也是一种白扯。好，那么第4个呢，就是目前以太坊的持有者长期主义者我是说可能不太支持分叉那么转 POS 之后 Gas fee 大量的会降低，转账速度呢会提升，就意味着自己转账的费用和时间的成本呢会降低升级 POS 之后自己手里面的这个 ETH 保值增值，大家乐享其成我觉得没有人会傻到做这个让自己受损的事情吧。那到底还有没有人去支持这种硬分叉呢？我觉得有2种人那么第一种支持的人呢，就是目前呢这种持有显卡的矿工他们有很多的矿机如果说这个以太坊不升级成 POS， 他们可以持续用矿机去挣钱，一旦升级了，那么矿机呢就再也挖不出以太坊了唯一的选择呢就是去挖 ETC。但是呢我们前面也讲到了 ETC 的算力呢和价格呢决定了矿工的需求并没有这么高，如果大家都一窝蜂的去挖 ETC， 势必会引发极端的内卷化，最后大家的收入都不高甚至会亏钱，那怎么办呢？那么这个时候呢矿工就会分裂成2派，一派呢是支持硬分叉，另一派支持拉盘 ETC， 火速将 ETC 的价格拉上去。那么现在拉还来不来得及呢？我觉得有点晚了那么如果说矿工呢集中力量
早就应该去做这件事情了，而不是等到以太坊马上宣布要升级的时候才想起来做这种事情啊。但是呢，死马呢也只能去当做活马医了，矿工也是没得选择，支持拉盘 ETC 我是非常佩服的啊，至少呢这帮人是行动派啊，用自己手里面的真金白银呢去赌一个明天，值得钦佩。但是呢，支持硬分叉的呢，就会跟第二类我要讲的骗子们同流合污。那么这一类第二类人呢，也就是我刚才说的骗子们，那么这一类人手里面既没有矿机呢，他们也不喜欢 ETC， 唯一的目的呢就想无中生有，空手套白狼，硬生生创造出来一个新的币种，等待这个韭菜们冲进去，去给他们抬轿子。那么我们在节目最开始就讲到了，骗子们惯用的手法呢，就是智商筛选。一看你还挺机灵啊，果断放弃你；一看你一脸的韭菜样啊，韭菜命，那么说啥你都信，那么你就是优质的韭菜苗子，割你都不商量的希望大家在币圈里面不要停止学习，更不要呢放弃独立思考如果你不会独立思考，那就去多问多咨询，少下手，少操作，少冲动。好，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所有的内容了希望能给你带来一些帮助能给你带来一些思考。我们下次再会，让我们一起进步，共同发财。 Peace。